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，困守在敌后。隐隐约约的沉默，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入睡，去去想象的世界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断裂，让我们痛不尽解。求生的力量来自真我，战胜可敬的对手。坚持信念是我的所有，抵达心中的辽阔。有恐惧的，该终结的，有遗憾的，该终结的，放不下的，该终结的。绳索的光芒。比起超越别人，超越以前的自己，会让事情简单很多。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，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。但是，我又必须应战利用。你终于来了！变神兵第3重，天剑式。罗峰闯过第1层了。加莱西，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？最近有见过罗峰吗？你看，我早就说过会先罗峰一步通过第2层。他深知敌不过我而回避与我比试，也算是有自知之明。一味枯坐修炼，期间从未闯过通天桥。罗峰，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！我日复一日的修炼，仿佛在追逐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。虽然无异于他人竞争，但我避不开的是漫长时间的洗礼。即便有我济公延寿药物有限的数量，加上个人禀赋不同，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去。不过，妈，我们出去了。罗平，你快点儿！聒噪。走了。人会在时间引领下走向终点，但同时，好，时间也带来了新生。后来，我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，我的家人得以保持着从前的样子。妖娆、冰山和野兽
也同样收到了大哥从宇宙寄来的延寿药物。如今，在我无法触及的宇宙另一端，他们一直努力着，生活着。2084年1月，在二哥和阿华的努力下，冲突母巢防御计划开始正式推进。2086年3月1日，地球联邦通过开拓领土的决议，各大基地市开始向外扩建。2088年，人类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，陆地怪兽成为武者试炼对象，还有部分武者则选择征战星空。2089年初，平平开始协助徐新处理公司事务，而小海性格随我，不安分，已经在闯荡宇宙了。2091年，精英训练营将天才培养目标上调为行星级。2092年，五大国正式进军海域。2099年，火星改造计划启动。史江、赵若，还有妖娆亲卫，将成为火星的第一批移民。虽然未来无法预测，但眼见他们一步步向前迈进，我又怎会止步不前？我将飘雪秘法与混沌杯图画相互参照，经过多年沉淀，无论是对本源法则的领悟，还是招式的运用，我都有了长足进步。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，按混沌城时间计算，我也已经枯燥了整整10年。在你闭关之后，我们几个排前10的，还有加莱西，都闯过了通天桥第2层，而你在10年以来完全销声匿迹。所以很多人在质疑你的实力。哼，你不质疑吗？我不质疑啊。我相信，为了族群命运而努力的人，是不会轻言放弃的。毕竟我也是为了族群在奋斗啊。我家那老爹呀，严格的要死，整天就知道逼我修炼，还学什么皇族礼仪。哎，这比修炼还要我命。哎，我的实力是高是低，很快就能揭晓。当初掏空积分购入的幽影气绝刀，抹杀族分身一直在钻研，而他的招式同样适用于我的人类身体。幽影气绝刀。怒影！新人的考察工作要告一段落了。博兰和荣军的表现都很亮眼，
龙玉，来，喝一杯。不喝了，我还有公事呢。跟你喝起来，我哪还走得了啊？那我自己喝。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。我向九剑尊者报告的时候，可不好解释啊。龙玉王殿下，罗峰已顺利通过通天桥第2层。虽然闯过第2层，但与天才战前10的其他人相比，进度落后了数年，并不值得称道。属下认为，罗峰的通过方式值得关注。他选择的对手是武者，即便是强者，也难以兼顾近战和远程。身为精神念师，却能以近身战通过第2层，这份成绩的含金量，可比其他通过者高得多吧？两位，系统显示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，开始闯第3层。此前只有博兰能接连闯过第1、第2层。结合历届的考核情况来看，罗峰接连闯过第2、第3层的几率微乎其微。而一旦通过，就是前所未有的壮举。哎呦！过去了，这么他过了，我觉得他是过不去的。罗峰通过第2层后，又在闯第3层。看来他静坐10年，是在悄悄下功夫呢。不过，有人从苍国前辈那里听说，九羽流派中，除真眼王以外，炎龙王、千幻王、剑皇王等宗师级强者都没有跟进了解罗峰情况。难道他们并不看好这次的结果？因为罗峰居然在这闯第3层，他用不了几个回合就会败了。我觉得罗峰相当有机会闯这一层，真厉害。罗峰整整10年都停留在第1层，一转眼就要冲击第3层了。常年停留在第1层，不正代表着他进展缓慢？怎么可能会闯过？能将9柄金剑合为1柄，他的实力果然比第1层时强大不少。不过这招我也会。第3层意味着追平博兰，罗峰他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。这不可能！罗峰，多年来，我有宇宙国主之道。还有仅次于博兰的主观速度，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超越博兰。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，这是一次警醒。罗峰，恭喜你！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，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。龙玉，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？考察新人这么久，竟然没你看得准。放心吧，今日之事，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。
本届天才中，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兰比肩，并列第一。如今，我已悟透雨滴图中的每一滴雨，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，于我而言，已没有秘密。 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，随着等级的提升，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。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。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，如今限制终于解除。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，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。 10年间，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参悟空间法则，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。日后我得抓紧修炼，让人类身体等级赶上其他分身，并早日达到界主级。不过现在，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。 被笼罩在一片灰色，只有水液昭示生命还炙热。弱肉强势都遵循这个规则，看谁比谁有资格让爆破被最后的视线定格。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，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，涅槃就在下一刻。用血肉，用信念。 让我的心永远都不陨落，在这硝烟，在这废墟，就算倒下也不退缩。要看我冲破苍穹，让宇宙听见怒吼，咆哮着，挣扎着。 整片星空燃烧着，燃烧着。我就要冲破苍穹，宇宙都听我怒吼，咆哮着。 整片星空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！罗峰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？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 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？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，
之后，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。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，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。弟子罗峰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。